检查一下，看还有没有活的。 长官，他还活着。飞行员，我们的。快，把他送到后方。是。你们跟我来。 谈的谁呀？死的活的？嗨，跟死了没两样，还不如死了呢。哎，兄弟，这是去哪儿？哎，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上峰有令，这个人呐，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让我们抬到总部去。哎，快走吧，快走吧，早点回来啊！等着你们回来喝酒啊！喝酒啊！真够馋的。 你是哪一家餐馆？回将军，是虹口日式料理店全养家。战前我们在上海总共有3家连锁店，现在已经有2家恢复营业。回去告诉你的老板，第3家马上可以开业，我包他赚钱。系将军。来，我们大家动手吧。这些可都是我们大和民族最喜爱的食品。这些食品就意味着，支那的上海就是我们日本人真正的家。来，为了大家伙这2天的努力，干一杯！森川大佐，你还不肯破戒吗？你要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你才可以给我们大家一点面子呢？也许等到我们占领了他们的首都吧。好大的志向！可是森川大佐，你这一杯酒，代价太昂贵了。那我估计我还得再调5个陆战师团来，才能让你喝下这杯酒。啊！大佐，增援的陆军第3飞行师团已经进驻上海陆上机场了。我们海军的飞机应该已经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打击他们的首都。为什么成效不大？既然将军问到了，那我就说一说。其实，我军对支那首都的打击，其战略目的只有一个：威逼支那人和我做城下之盟，以达到速战速决、屈服中国之理想结局。你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理想的结局是这样。大佐在做梦呢。蒋介石把半数的陆军调过来，会不打吗？如果要达到这个理想结局，我海军航空兵必须做到3件事。说，哪3件事？第一件，利用我们航空兵的机动，干掉他们的领袖。我们已经做了，而且有2次极佳的机会。别再提了，你们的飞机没有干掉蒋介石，倒把英国大使炸了个重伤。这不是我们航空兵的错。情报告诉我们，当时蒋介石就坐在英国大使的汽车上。
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我没把那只鸟打下来，就差一点点，我没有喝到这杯羹。差一点跟差许多没有什么区别。接着说你的第二件事。以前我就曾经说过，我们对南京的轰炸可以直接攻击它的居民区，而且是大集群，连续不断、不分昼夜、疲劳式的轰炸，让整座城市都燃烧起来，让他的人民时时刻刻都处在恐惧、灾难之中，直至让他的整个社会组织彻底瘫痪。如果航空兵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节省那计划调来的5个陆军师团。快说你的第三件事。情报告诉我们，支那空军的剩余主力目前都集中在南京机场。如果我们干掉他们，那么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方法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实现。我看大佐，你第三件事才是真正的你们航空兵的本行啊！去干掉他们呢，不要只说空话。要想做成这3件事，我只有一个条件。司令官，96式战斗机什么时候到？好记性，你倒是一点没有忘。还有吗？中国古代先贤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要96战斗机一到场，我森川金雄将横扫支那空军残余主力。森川君，你刚才的那席话，本司令官可以理解为是你自己下的军令状吗？可以。好，我也送你一句中国古语：言必信，行必果。嗨。报告。山下大尉。报告，海军联合航空队96特遣队山下训练大尉前来报道，请宣誓。森川君，你们认识？啊，有过一面之交。大卫曾在空中给他的母亲和女邻居送过糖果和点心。糖果点心。前2天我跟戴老板见了个面，他跟杜月笙在上海搞了一支近万人的抗日地下别动队。我向他请求，给我们的情报处搞一点日本人的航空情报，特别是日本人的新型密码本。结果你们猜，戴老板怎么说？他说，他的抗日别动队里边80%都是乌合之众，只有少之又少的是专业人才。哼，说到最后，他竟然朝我要技术骨干。军统历来善挖墙角，指望不上，破译新型密码还得靠我们自己。关键的技术环节是我们破译不了的乱码。我听说英美国家生产出一种机器，可以用机器来代替人工的计算，是不是向他们的使馆人员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把这种……新兰，你太天真了。他们现在躲还躲不及呢，还会帮你的忙吗？他们也是受害者呀，大使都被日本人炸成重伤了。行了，人家打折了胳膊往袖子里藏，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要我说，破译密码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靠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日本海军88式的飞机，以后几代都是有空中电台的，尤其是
担任领航任务的指挥飞机，说不定上面就有密码本。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咱们的飞行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指挥飞机打下一架来。当然，不能打坏了，也不能打烂了，最好是能够完整的把它迫降下来。那这事儿可就太难了，这得需要多大的本事？我看好像有点一厢情愿吧。怎么一厢情愿了？啊，试试总可以吧？你不试怎么能知道呢？我知道有2个人可能行。对呀，咱们情报处里边就属你马新兰跟这些飞行员最好了。处长，你要这么说，我就不操心了。横竖没个好。我说错了，好吧？啊，这个熟悉嘛，熟悉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吧？就是你了，新兰，你到飞机场去跟这些飞行员商量商量，把咱们工作的重要性，还有咱们的要求，都跟他们说说。关键是，帮助他们指导一下，选择哪种类型的飞机。是啊，这个任务很危险，全力相搏，尚胜负难料。现在不但不能打，还要让它降落下来，飞行员的安全系数大大降低。是要有个人和飞行员笼络感情，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帮咱们？毕竟是个玩命的活，对不起啦。什么叫笼络感情啊？打鬼子的感情是靠笼络出来的吗？这，说错了啊！是，当然不是，这感情怎么能靠笼络呢？打鬼子那是靠的本分嘛。是。很好，大卫，你的翅膀是帝国最硬的。整个日本1000多名工程师的智慧和心血，都将由你们去展示。好好的爱惜他们，未来的战斗将由他们来决定胜负。是，长官。长官，我有一个要求。哦，说吧，大卫。据我们目前对96战机性能的了解来看，突出的性能是速度快，它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支那空军所有现役装备的飞机，尤其是它有灵巧的机动转弯性能。你想说什么，大卫？长官，我们96战机击落支那空军的飞机只是顺手的事，我们要做的是消灭他的飞行员。再由我们特遣队一架一架的干掉他。这个可以做到。问题是，你要和他们在空中完成协调，你要告诉他们怎么做。飞机的通讯设备行吗？长官，96战机装备最先进的空中电台，我需要的是密码文件。还有吗？没了。就这些？就这些。长官，在没有做出成绩之前，我不多说话。明天就看你的了。嘿，让一让，让一让，快让一让，点，让一让，小心点。医生，什么？
这样，我现在马上过去。好，等着啊！好，哎，站住！小广东有消息了，小广东没有死，现在很难说他当时坠机的时候没死，而且已经接受了手术。救他那医护兵现在就在南京，我现在马上过去看看啊！好的，等着。你怎么在这儿？知道你要来，有事要跟你说。等等吧，先进去看看。怎么这么多记者？新闻界都听说这件事儿了，夫人也在里面呢。夫人，谁是刘中队长？我是。快点，夫人请你进去。夫人，空军24中队上尉中队长刘长岭向你致敬。你不要向我致敬，你要向英勇救护你们飞行员的女战士陈秀芬致敬。空军24中队上尉中队长代表所有现役飞行员，向救助我们的女战士致敬。谢谢，是你用生命保护我。你坐吧，他还不能大声说话。你们记者都看到了吧？这样一个美丽柔弱的女子，在战场上拼死救助我们重伤飞行员，她有什么错啊？残忍的日本兵居然刺了她整整4刀。这些强盗不仅掳走了我们重伤飞行员，还将一个野外救护所的所有伤员、医生、护士全部杀戮。这是人干的吗？这么酷烈，这么凶猛。我们成千上万的非战斗员和附属就这样被屠杀、被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和屠杀还在继续。你们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一暴行，令人发指的暴行。
你刚才说有事情要和我说，什么事？我有件事要找你和高云天谈。公事。走吧，我和你一块儿去机场，叫上高大做，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做成。上车。你们情报处可真敢要求啊！能携带密码文件的长机，应该都是日本最优秀的王牌飞行员，并负有特殊的调度使命。你能碰到他，你击落他，已属不易了，更别说能让他迫降。先不说他们的飞行技术如何，就他们那点武士道的精神，想活着他们最难的。当然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可能性，那需要方方面面都凑巧。怎么个凑巧法？给你举个例子，就好比从针鼻里穿出一只骆驼，不只是凑巧，需要的是精确。哎，上将，要不咱们现在上去比划一下，顺便叫上那个陈纳德，兴许他能给我们出点主意呢。这事儿还就得多机协同。哎，陈纳德那老家伙不曾经说过他当年3架飞机在一根绳上荡秋千吗？咱就荡呗，陪鬼子玩呗。你们明天有任务吗？哎，明天可不行。这事儿啊，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否则我们得把命都搭上。明天肯定有去上海的任务。张长官正在法委会拜访，我想周司令官这点面子总会给吧。听见了吗？明天肯定不行。明天即使迫降成功了，那我们也降到人家的地盘上。找机会吧，最好是在南京上空，那掉下来有人捡着。比我想象的要简陋，可还是比我的司令部好多了。至少你们用的是马桶。大战在即，张长官真幽默啊！哎，我说的是大实话。中央日报的记者问我，你上阵地的第一件事做什么？我说，找厕所呀。周司令官，我只想说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陆军同仁对你们空军的期许。请张长官赐教。目前，我上海地区陆军参战部队的伤亡有近半数是在毫无防空能力的情况下被日本飞机轰炸造成的。我知道这个数字。陆军在地面浴血奋战的情景，我们也时常地告诫我们的飞行员。毛将军，你不到地面上看看，是什么都说不清楚。你知道日本陆军每天是怎么打仗的？早上，他们的飞机来了，先对我军阵地一阵乱炸，然后他们的观测兵坐在气球篮筐里升到空中，搜寻我军的动态，用无线电通知黄浦江上的军舰发炮射击。日军的舰炮威力大，命中力极准，一发炮弹一汪血水啊！可是我们的陆军最极端的是从贵州来的军队，每3个人就1支中正式。他们唯一可做的战斗，就是在夜里冲上去和小鬼子白刃格斗，就这也拼得亏呀！中正式枪身短，再加上57.5公分的刺刀，仍比日军上了刺刀的384还要短足足10公分。1寸山河1寸血呀！我们的警卫营长概括了双方的装备。他说：“长官，这仗
打的就是靠咱们人多呀。日本人的炮比我们的机枪多，他们的机枪比我们的老式步枪还多，他们的坦克比我们的卡车还多。战前，我们都认为江南水道密布，可以阻滞日军的机械化。没想到，日军每个班都有橡皮舟，大队有汽艇，怎么打呀这仗？你只能用血肉之躯筑起咱们的长城了。歌里唱唱，不觉得，可是你到实地去看看，谁能受得了啊？谁能受得了啊？我是看看，不忍看看。二位将军，这是张长官送给空军的礼物，一顶被我空军机载武器击毙的日本士兵的头盔。这是弹孔，是我们霍克3上的50机枪打穿的。我们的士兵记下了机号，栋梁46号。栋梁46是小宝洞的记号。张长官和陆军前线所有官兵迫切希望空军能多几个像栋梁46这样的飞行员。我们敬重他。老兄啊，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处理？我觉得陆军这个堂会，我们还非唱不可。按照原计划，我明天安排的是2个小编队的轰炸。2个小编队杯水车薪，怕是不大合适吧？那就用2大队的诺苏诺和9大队的雪克莱、白鹰都上。咱空军也就这点家底儿喽。轰炸机凑不齐，4大队、5大队的霍克3带弹上，你们看吧，人家已经表扬我们霍克3，还是部分霍克3带弹，其余的用于护航，因为毕竟制空权在人家手里。这万一……毛兄，这事儿你就看着办吧。总而言之，明天一定要让更多的陆军兄弟听到我中国空军飞机的响声，看到机翼上中国空军的军徽。是。飞机呢？为什么我连1架飞机都没有看见？真是见鬼！上校，奉司令官的命令，飞机京城全部去上海出任务。什么？你说什么？站长说，是昨天晚上，应上海前线张长官的请求，临时下达的战斗命令。我的天哪，怎么会这样？你们的飞机现在是如此的宝贵，竟然还要听从陆军长官的要求。上校，你觉得不合适？如果空军的一切行动都要按照陆军指挥官的要求，那么还要空军指挥官做什么呢？还要我来做什么？我相信这场战争肯定会持续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你们只是想拼消耗的话，那么等着瞧吧，空军中途就得被迫出局。侦察机报告，支那空军3个机群及50余架飞机正朝上海方向飞来。弄清楚没有？有没有护航的驱逐机？报告中说，一半是驱逐机，
但奇怪的是，他们大部分带弹飞行。游戏再好不过，他们盯着我们的地面，我们只盯着空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电告山下大尉，96特遣队立即抢占高度，进入伏击位置，同时命令航母飞机先行拦截，务必打散战场，把驱逐机留给96师来对付。要通知陆军第3飞行师团吗？不，我们海军的荣誉为什么要让陆军来分享？分享荣誉的人越少越好。是。山下大尉，我的96特遣可以出击了。大尉，支那空军的1号机和2401机在你的右下方，冲下去，与他们一致刀锋。好的，长官。96特遣队全体注意，航母战机已经点过来了。命令，只管射击，无论对方的座机还是跳伞，一律给我各杀无论。在苏联为
司令，这和我们的计划没有关系。各种报道都显示，是日本的一种新型战机投入了战斗。什么他娘的新型战机？再新的战机也是人驾驶。小败，鬼子要是怪罪下来，砍我的脑袋！找什么理由？司令。 那我就照实说。说。是，我们失败，摔了7架飞机，还伤了10几架。最可恨的是他们那些新型战机，还居然向我们已经跳伞的飞行员开火，还有点危险。 可是，你能说服了那些陆军吗？您没法说服他们的。本来，我们空军的战斗就不应该照着他们陆军的感情。照这样打法，那将是倾家荡产的。我们就拿今天的教训，给老头子上一个章子。 检讨我们耳朵根子心又大，今后咱不这样行吗？咱们用咱们血的教训换咱们一个自己自主权，行不行啊？战争是有规律的，谁不要摔败？ 摔了个全军覆没，那就算是万幸。是啊，多亏了我们那些飞行高手。今天要不是高云天、刘长岭与新型战机在空中周旋纠缠，将会摔得更惨。还有我们的情报。 也是个问题。这么一群战机投入战斗，我们竟然毫不知情。报告，给老头子写报告。许多问题是不能再捂下去了，再捂下去将会是全军覆没啊！ 牙膏回来了，兄弟。哦，老杜回来了。老杜，我回来了。哟，回来了。我东西放哪个柜子啊？想放哪儿放哪儿，你也想睡哪儿睡哪儿。这些床现在都是空着的，他们都回不来了。
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交到联勤处，转给他们家属。人去